那把剑此刻都显得如此单薄，仿佛纸片木剑一般。八九玄功吗？不，这明明是八九丝衣玄功，将通常仙子们才能有的战场定律，就是穿得越少防御越高，扩展到了男仙群体，让男仙更加自信，昂首挺胸，做真男人。这才是李长寿领悟多年得出的八九玄功之真谛。因杨姐的出色表现，李长寿总算是能够主动找一点话题，在旁边低声道：老师觉得这八九玄功如何？尚可。太清圣人露出淡淡的笑意。虽是体修，却护元神。这玄功弟子也略作修行。老师您看。言说中，李长寿挽起衣袖，手掌到手腕逐渐变化，原本还算白皙的皮肤渐渐化作淡金色，这金色又渐渐变亮暗淡，最后由暗金色化作了人族最初的黄色。手掌宛若坚固灵宝，似可击穿天穹，摁垮大地。太清圣人缓缓点头，又道：若无祖屋精血，此玄不过居中。老师您一眼就看出了这八九玄功的弊端，弟子却领悟了数十年之久。后土娘娘糅合巫族战法，创造了这一门玄功，本是想要创造一门完美功法，但是各项兼顾，反而少了极致二字。不能达到极致，也就无法突破极限。八九玄功虽然可数百年速成，但是始终无法缔造如公明师兄这般的高手。祖屋本源精血虽然可以弥补，但是本源精血着实太少了一些。善。老子的笑意染上了几分舒适，如此回应一句，随之就陷入了长久的安静。老师这是开心，还是觉得我话太多了？李长寿在心底一阵琢磨，发现老师这个善字应该是表达认可欣慰的意思，自己此前的话也不算太多。哎呦，跟圣人交流真的是洪荒最难的技术活啊！也不知太清圣人忘记收起来了，还是有意留给李长寿观看。太极图仍然锁定了杨戬的身形，呈现出清晰的画面。一场恶战，自身受伤，护住凡人村落，并得到凡人的感激，被赠予了这里祖传的一把残破灵宝长枪。这自然是李长寿安排的小礼物了。杨戬毕竟还年轻，此时得了一件宝物，也是颇为欢喜。在村子方圆千里疾驰了2日，将各处隐患拔掉，才按照自己探听到的消息，朝着兄弟而去。李长寿如果没有记错，这条路上还有这个卖星星的小仙女啊，等儿亡魂归来的江边老翁等等，这个温情小剧场。初级的历练只能让历练者感受到生命遭受威胁，为了活下去不断抗争，去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高级的历练却是要在初级的基础之上，在激烈的战斗间隙添加一些对人性的思考，对人之善的关注，让历练者哪怕是猜到这是提前安排好的戏码，也能够产生些许心灵的感触。还别说，此时收摄心神，经太极图转播，做一个单纯的观众欣赏自己安排的戏码，李长寿渐渐有了一种微妙的愉悦感，像是在欣赏自己辛苦制作出的艺术品。13、14个日夜过后，太清圣人缓缓开口：龙族腐朽，当用心整治。李长寿愣了一下，不知老师想到了何处，但他迅速思考，握住思路，在旁答道：老师，龙族之腐积压多年，此前海族叛乱，西方教算计龙族时，已将不少龙族打醒，总体而言效果却也有限。老师您是担心随着天庭崛起，不少龙族又将沉入远古的美梦，甚至将天庭崛起当作是自身之功劳，从而扰乱天地秩序。太清圣人又笑了。
不错。李长寿再次思索一阵。老师您放心，这次大捷，弟子会尽量的安排一些冲突，敲打龙族，让龙族认清自身位置。太清圣人缓缓点头。善。随后又含笑闭目，进入了下一个对话周期。老师后面会问什么？李长寿的心底禁不住泛起这般疑惑，坐在侧旁开始疯狂的预判。然而又过了半个月，李长寿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跟老师在生命层次上的根本差距。这一次并非圣人主动开口，而是太清圣人缓缓抬手，对着太极图轻轻一点，太极图上的画面开始不断的跳动转变，且跳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李长寿的双眼本来跟着一幅幅画面左右晃动，不过2个呼吸，他瞳孔颤动的频率已经是跟不上画面变化的速度了。太极图所呈现之景成了一片模糊的光影，海量的讯息冲击而来，李长寿的双眼升腾，道心被一幅幅画面填满，脑子嗡的一声，差点直接失去知觉。还好太清圣人及时发现李长寿还只是一个弱鸡，一只手掌抬起，摁在李长寿的后背上。李长寿轻轻地呼了一口气，面色苍白地坐在那儿，努力地消化着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太清老师刚刚监察整个3界，似乎在寻找着一丝扰动。这些画面中有凡俗各处城池，有9重天阙下3重天中天人的国度，有幽冥地府无数魂魄轮回转生之地。李长寿看到了身着碎花短裙的灵娥在湖边像模像样地端着一只鱼竿，立坐在小马扎上，托着下巴对着湖面发愣。他今日不知为何将长发扎成了2只丸子，用短裙同款布料包裹住，应该是在尝试不同的穿衣风格。他也看到了3仙岛上正站在窗边闭目凝神，身周缠绕着一缕缕玄妙道韵的云霄。他似乎是有所感悟，但是感悟并不算深切，而这口窗对着的位置就是渡仙门的方向。应该不是自己多想吧。还可见纷纷扰扰3000世，红尘如梦若入瓮，尔来仙国无穷算，炼气寻真难长生。太清圣人只是在短时间之内就一眼看过了无数尘世，寻找着那一份扰动的来源。李长寿刚刚接纳的讯息不过是透过太极图所表现出的丝毫。闭目凝神消化这些讯息时，他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眼皮之外在不断的闪烁光亮，自家圣人老师依然在搜查3界。此时天机被蒙蔽，老师只是单凭自身手段，并未借助天道之力，就能做到这般地步。李长寿腾出的那一部分心神，此时只剩下震惊了，只能说不愧是最强圣人。不敢让老师久等，李长寿全神贯注接纳这些讯息，像是水中捞沙子一般，将没用的讯息自行遗忘，让那些自己在意的画面化作记忆储存。待李长寿道心恢复稳定，只觉得由内而外散发出一阵虚弱感。刚刚那些讯息对心神的冲击程度，换作3教大师兄之外的道门高手，9成都会直接晕厥过去。李长寿能够咬牙挺过来，也多亏自己一直有意识地打磨心神。这主要是为了能够同时引爆更多的地煞天罡之人灵爆大阵。待李长寿睁开眼，太清圣人的叹息声从旁传来，竟然带上了些许情绪波动，略微有些失落。这是怎么了？李长寿抬头就见自己老师闭着双眼，枯槁的面容透露出淡淡的无奈。本该孤醒无波，没有任何波动的最强圣人，此刻却……老师，可有弟子能为您分忧之事？太清圣人微微摇头，眼睑睁开大半，目光落在李长寿的面容上，手指再次点了一下太极图，阴阳双鱼缓缓旋转，其上呈现出的画面却有些模糊，
但是李长寿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在何处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两股晦涩道韵。昆仑山玉虚宫之后三有小院，道门圣人元始天尊，西方教圣人接引道人。这李长寿的心底六成震惊，其余皆是心凉，又随之明白了老师为何会这般无奈。唯一能让老师烦心的就是这两位圣人兄弟了吧。老师，或许只是那西方大圣人试图去说服。这话说到一半，李长寿自己都有些不信，若元始天尊无意与西方教联手接引，怕也难进入三有小院。太清圣人又缓缓叹了一口气，太极图中的画面随之消散。长寿啊，弟子在。紫霄宫中你占天庭。李长寿低头答应，心底已经是明白了老师的决断。截教与阐教之间，人教决定两不相帮。刚才那三清小院中的一幕，让李长寿感受到了前路大劫的困难险阻，体会到了圣人博弈的不可控性。而这一幕却足以让太清圣人伤心，让通天教主愤怒。道门若内争，那只是自家之事。李长寿的心底依旧不愿相信，暗自琢磨，这是不是接引圣人有意分化道门三圣人？但是随之李长寿就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隔着太极图，他之所以能够感受到两位圣人的道韵，那是元始天尊与接引圣人一同出手遮掩天机，隔绝探查。第二，接引圣人与元始天尊都是坐姿。不必担心，太清圣人温声说着。李长寿忍着道心疲倦问道，老师，可否看一看西方教二圣人在何处？善。太清老子再次点出一指，这一次太极图没怎么费力，就显露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那应该是在灵山某个角落，准提圣人正坐在一口金色的大鼎前，双手保持着莲花宝印，双目凝视着金色大鼎中的火焰跳动。太清圣人嘴角透露出一缕气息，这是不屑吧？您老这是在表达不屑吧？啊，也对，炼丹这一行，老师的化身太上老君就已经站在了巅峰，确实是能够嘲笑准提圣人。说正事，这准提与接引并不在一起，证明三清小院那一幕并非是西方教自导自演。虽然可能性很低，但是此前确实无法排除这般情形。老师，可否看一看三尸书在何处？善。太清老子手指轻轻滑动，太极图上的阴阳双鱼转动了一阵，方才显露出勉强算是清晰的画面。画面中云雾弥漫，水声传来，视角缓缓拉近，却见在那一方熟悉的温泉池中，通天教主正端坐着，多宝道人坐于通天教主的身后，赵公明坐于多宝道人身后，各自拿着一方雪白的毛巾，帮着面前的圣人师兄用力地搓着背，顺便聊着一些男人的话题。公明，你打算啥时候娶金陵啊？为师帮你们好好操办操办，再让长庚过来给你们主持婚事，把二师兄的那些弟子都拉过来看看，让他再只爱收男弟子，到时候一个个傻眼了吧？哎呦，师尊您别急呀，这金陵还不让弟子对外言说呢，他面薄。师尊，弟子觉得等大劫结束再操办此事，刚好冲个喜。哎，这次大劫不知有多少小家伙撑不过去，多贿赂贿赂长庚，让他帮忙多安排几个残魂上天庭。这次为师去紫霄宫，也会帮你们争取争取，大不了为师就跟老师闹一闹，反正为师辈分最小。通天教主的嗓音伴着哗哗的水声渐渐淡去，太极图上的画面再次消散。三师叔这是摆明了要被二师叔坑啊！那边都开始联络外援了，这边还在讨论金陵圣母的脸皮薄厚，这你看。
困倦袭来，李长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连忙抬手掩住嘴角。别睡太久，恢复心神。太清圣人温声道了一句。李长寿也确实撑不住，面露惭色，低头道谢，还未抬起头来，心神已经是渐渐闭合。老师身旁这难以言喻的安全感，让李长寿支撑了数百年的心神难得彻底的放松下来。当下乾坤尺自行飞出，化作一只坚硬的枕头落在李长寿的身后。玄黄塔洒出一缕缕玄黄气息，宛若宝贝一般盖在李长寿的身上，推着他缓缓躺倒。李长寿身下的蒲团张开，化作狭长的床垫，让李长寿舒服地躺了下去。太清圣人点出一缕道韵，缠绕在李长寿脸颊侧旁，帮他进入了深度的睡眠之中。随后继续凝视太极图。李长寿做了个梦，他梦到那接引圣人与元始天尊不欢而散，梦到准提圣人的丹炉炸了，其内蹦出了一只烧焦的金蝉。梦到通天教主在给多宝道人搓背的时候，叮嘱多宝道人为了避免三高，你减减肥啊。梦中画面一转，又变作了一处白茫茫的世界。趴在水池旁，人身蛇尾的圣母娘娘正仰头吨喝着仙酿，看着面前的漫画书，泪流满面，还咬牙切齿地骂一句：这混蛋李长庚敢把这么可爱的妹妹画没了，信不信娘娘我送你一剑。睡梦中的李长寿哆嗦几下，梦里梦到了洪荒圣人祭刀片，这真噩梦。